Ciao，欢迎来到罗马，一座让世界旅人心醉的永恒之城。在这里，古老的遗迹与现代的风情并肩而立，每一步的漫游都充满了惊喜。今天，让我们透过 Google 地图的导引，轻松探索罗马的必访景点与精彩角落。影片将陪同您游览36个必到之处，从壮丽的景观、地道特色的餐厅到各个交通要点。不止如此，地图中还收录了52间评价4星以上的美食餐厅，还有超过30个的经典景点，以及34个住宿选择，好满足您不同层次的实际需求，体验永恒之城的魅力。罗马拥有辉煌的建筑、迷人的历史、精湛的艺术、令人垂涎的美食，是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城市之一，也是我们一生中至少要去一次的城市。在本影片中，我们将向您展示如何在4天内游览罗马，让您的旅行变得难忘。为了方便大家在各个观光点之间活动，我们制作了可以在电脑及手机上使用的 Google 导航地图。这个具有搭车及步行导航功能的连结就放在视频下方的资讯栏里，若您用得上，欢迎下载运用。罗马充满魅力和宝藏，是您想要多次访问的地方之一。无论您是第一次访问罗马，还是计划第2次甚至第3次造访这座意大利首都，4天行程都能提供观光和捕捉城市精髓的完美结合。这是我们到访罗马第1天要去的地方，就从探索古罗马的辉煌开始吧。如果您计划在4天内游览罗马，最好先参观该市最著名的考古遗址——罗马竞技场考古公园。考古公园包括罗马一些最知名的地标，例如罗马竞技场、帕拉蒂尼山和罗马广场。您可以使用同一张门票，在同一天参观这3个景点。若想获得独特体验，可以考虑在导游带领下参观，这将让您了解更多各个景点的秘密。罗马竞技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圆形剧场，正式名称为弗拉维安圆形剧场。其鼎盛时期，竞技场曾用作公开处决和嗜血表演的场所，例如动物狩猎和战斗重演。如今最吸引人的游览是预定地下区域和竞技场的导览。参观了罗马竞技场之后，可以观看古罗马最古老的部分——帕拉蒂尼山。在这座露天博物馆中，您可以漫步在皇宫废墟中，欣赏罗马广场的壮丽景色。罗马广场可能是罗马最壮观的考古遗址，曾经是古罗马的政治、宗教和社会中心。接着，我们沿着宏伟的帝国广场大道漫步，途中行经令人印象深刻的图拉真广场。帝国广场大道的终点是威尼斯广场，维托里奥雕像后方的白色大理石建筑物就是纪念他的纪念堂。纪念堂前方还有点著长明火的英雄墓。在这栋建筑物的右后方有一座透明电梯，花费10欧元就可搭乘至顶层的屋顶。在此不仅可以近距离观赏驾驭马车的战神雕像，还可俯瞰周边的景物与建筑。古罗马广场的全景，远眺刚刚探访过的竞技场，走到另一边就可俯瞰刚刚经过的图拉真广场，以及全市公车系统汇流的中心威尼斯广场。等我们搭乘电梯再度踏入威尼斯广场之后，在附近的威尼斯宫，您可以看到墨索里尼曾经向意大利人民讲话的阳台。既然您来到了这里，请不要错过参观罗马7座山丘之一的卡比托利欧山，登上由米开朗基罗设计的 Cordonata 楼梯，穿越坎皮多利奥广场，通过元老院右边的通道，沿着左边的步道走到右弯处的平台，就可俯瞰罗马广场的全景。由此出调回头大约15分钟的漫步，夜幕低垂之中，双脚带您到达灿烂如梦境般的特雷维喷泉，为我们第1天的罗马古城之旅画下了一个完美的休止符。接着，让我们展开罗马第2天的旅程，那就是梵蒂冈的神圣之旅。罗马为游客提供了游览城中之邦的独特机会。梵蒂冈城国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也是全球天主教徒最神圣的地方。在梵蒂冈度过1天，您将惊叹于圣彼得大教堂、梵蒂冈博物馆和西斯汀教堂的无数艺术杰作。我们强烈建议您预定一个或多个附带导游的游览团来参观梵蒂冈，因为这里林林总总的艺术和资讯可能会让人目不暇接。圣彼得大教堂建在使徒圣彼得的坟墓上，
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许多著名艺术家和建筑师参与了这座大教堂的设计，包括布拉曼特、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和贝尼尼。大教堂内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品是米开朗基罗的圣母莲子像和贝尼尼的巴尔塔。圣彼得大教堂免费入场，但您应该会排很长的队。为了避免这些队伍，请考虑预订大教堂的导游之旅。我们的首要建议是预订游览参观壮观的圣彼得大教堂圆顶和地下墓穴。攀登圣彼得大教堂圆顶是您将终生珍惜的体验。搭乘电梯到达圆顶的第1层，欣赏大教堂的马赛克图案，然后爬到圆顶的顶部。请记住，到达顶部需要攀登300多个台阶，有些楼梯非常狭窄，可能会让人产生幽闭恐惧症。然而，整个梵蒂冈城国的壮丽景色绝对值得一试。结束攀顶行程之后，请不要立即离开，花点时间欣赏宏伟的圣彼得广场的美丽。梵蒂冈博物馆是世界上参观人数最多的艺术博物馆之一，不要错过4个拉斐尔房间，里面有著名的雅典学院壁画、地图画廊美丽的庭院，以及出口处令人印象深刻的布拉曼特螺旋楼梯。当然，梵蒂冈博物馆的亮点肯定是米开朗基罗天花板壁画的西斯汀教堂。然而，西斯汀教堂内部不允许拍摄，因此您无法在影片中一睹其风采。沿住台伯河漫步，欣赏落日将圣天使城堡熏染成各种不同色阶的红色、粉红色和橙色的风采，烙下游人心田上永不抹杀的美好印记。我们到访罗马已进入第3天了，就让我们好好享受罗马的甜蜜生活吧。漫步在最典型的罗马地标中，感受空气中的甜蜜滋味。西班牙广场是意大利首都最具代表性的景点之一。爬上西班牙阶梯最高处，到达山顶的圣三一教堂，再前往令人惊叹的博尔盖塞别墅，途中欣赏罗马梦幻般的天际线景观。博尔盖塞别墅是罗马最受欢迎的公园，拥有华丽的建筑、博物馆和其他景点。您可以在那里待几个小时，甚至是一整天，这取决于您欣赏的是哪种景物。即使没有足够的时间参观博尔盖塞美术馆，也可以在公园里悠闲地漫步歇息片刻，欣赏拥有埃斯库拉皮乌斯神庙的浪漫湖泊。在离开博尔盖塞别墅公园之前，前往 Pincio 俯瞰波波洛广场，欣赏波波洛广场和远处罗马城的壮丽景色。波波洛广场是罗马最宏伟的广场之一，附近的马古塔大道是市内最古雅的街道之一。在这里，您可以停下来享用快餐。传奇的 Pastorificio Guerra 是本地最好的意大利面餐厅，而且价格便宜。享用外带意大利面，配上美味的提拉米苏，然后步行前往科隆纳广场和标志性的万神殿。在这个区域里，必须在万神殿附近的 Piazza di Oro 或 Sant'Eustachio 稍停脚步，来杯咖啡，感受一回这里的氛围。离开万神殿后，步行前往阿根廷塔广场，这里正是凯撒大帝被暗杀的地方。参观这里的原因不仅是历史，这个考古遗址还是一个猫保护区，提供了数百只罗马猫和小猫的庇护所在。现在是时候参观罗马最真实的街区之一——特拉斯提弗列。特拉斯提弗列是罗马的心脏地带，尤其在晚上，参观特拉斯提弗列的美丽圣玛利亚教堂，并在一条典型的街道上享用晚餐，为这完美的一天画上句点。这是我们在罗马最后一天的行程，在晨光中睡到自然醒来，悠闲地展开在著名广场上的漫游。它们像是散落在罗马城中的宝石。今天起早一些，就能够在人潮尚未涌现之前浏览这些广场。其实，无论您是在一天中的任何时间经过这里，您都会爱上它。但若能在曙光初露时来访此处，您肯定会觉得自己独享了这一切的美丽。距离亚苏纳沃纳仅一箭之遥 ，Campo di Fiori 是个热闹的鲜花蔬果市集。中世纪时，这里曾经是一片草地，如今这里则成为热闹市集的所在地。您可以在这里购买一些鲜花和当地的农产品。一旦你完成购物或只是观察人们，就可以前往罗马城，保存最完善的犹太区。罗马犹太人聚居区成立于1555年。您可以在众多传统餐厅品尝当地美食，或是在奥克塔维亚的门廊之间和马萨利斯剧院的考古区漫步。
现在就到了今天最令人兴奋的时刻，让我们准备穿过罗马最古老的法布里奇奥古桥，并在船行河中岛屿特里纳的周围漫步，欣赏沿岸古色古香的风光。您的下一站是马克西穆斯竞技场，在我们去那里的半路上，如果您够大胆的话，请把您的手伸进真理之口。据说，说谎者的手掌将会被斧头砍掉。马克西穆斯竞技场是古罗马战车竞技赛的体育场，如今它已成为一个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享受阳光浴的宏伟公众活动的空间。这里不定期还会举办音乐会和其他的表演。步行15分钟之后，您将到达罗马四天游主要的观光点，这里堪称是罗马城最好的景点之一，也是罗马人迹罕至的景点——卡拉加拉浴场。漫步在古罗马第二大公共浴场的遗迹中，是一种独特的体验，让您的想象尽情发挥到过去的时代。您会惊讶于浴室的某些部分保存得如此完好。说到保存完好的古迹，步行前往凯乌斯切斯特斯金字塔，惊叹于罗马保存最完好的古老建筑之一。还有什么比欣赏日落更好的方式来结束罗马之旅呢？位于美丽花园的中心，空气中充满了迷人的柑橘花的气息。Giardino delle Aranci 拥有罗马天际线的壮丽景色，这里也还有一个秘密的景观。在您前往 Giardino delle Aranci 的途中，可以停下来欣赏罗马最著名的索齿孔——基乔埃布科德拉塞拉图拉。但前提是你得有足够在长排的队伍中等待的时间。如果没有时间等候，就请直接前往 Giardino delle Aranci 欣赏这个城市的晚霞，飞越这座本应永远偷走你心的城市吧。让我们整理行装，挥别罗马城。等到下一站的旅途上再见了。Ci vediamo la prossima volta.